可能很多人相信，我们已经知道了所有关于人类古代秘密的事情，再也没有什么新的可以被发现。在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中，探究文明的起源，借助古代的天文学概念穿越星空，解开诸如方舟等神圣符号的谜团。参观金字塔和古老的圆塔，连接到人类祖先所发现和利用的和谐频率。通过这些，我们会发现人类祖先知道的秘密，让现在的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当然，这些秘密都被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隐藏和破坏掉，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过去的认识。但最终，一些为了探寻真相的人，凭借着仅有的蛛丝马迹，为这个世界的真实现实照亮一盏明灯。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10大古代秘密。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古至今，从物质到精神，有一种动物一直不断地出现在人类世界，那就是蛇或巨蛇。想想看，是不是？蛇符号在古代文本、艺术作品、雕塑和建筑中随处可见，并且还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解释。然而，它们却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根本的来源。这是第一个秘密，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至今都被极度的教会否认。首先要了解的是，蛇是指自然界看到的那种爬行动物的物质形态，而巨蛇则是指相同事物的神秘、神话和形而上的方面。并且，我们还应该了解这个词的词根和其他相关的词汇，这些词汇也为我们提供了世界各地蛇的不同名称。在迦南语言中，蛇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包括 o、ab、ub、ob、of、of、f 和 f。令人惊讶的是，在玛雅语中 can 的意思是蛇，就像 kukulkan 一词表示鸟蛇，正如在古代苏美尔语中的 akan 和苏格兰语中的 can 表示蛇一样。罗马火神 Vulcan 一词来自巴比伦语中的 can 蛇和 vol 火，显示出数千英里的词源联系。显然，蛇的意义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事实上，甚至基督教的中心梵蒂冈 Vatican 也来自词汇 Vetis 先知和 can 蛇，使梵蒂冈成为了蛇的预言之地。圣经中，以色列国王扫罗寻求预言的神谕被称为 One that have ob 或者 ob the snake 蛇之祭司。在摩西时代，蛇崇拜者被称为赫维人 Hivites， 这个词源自赫维亚或 serpent 蛇，也是夏娃 Eve 的根源。赫维人后来成为了奥菲特斯 Ophites， 这是早期基督教的诺斯底派蛇崇拜者，他们在公元2世纪就宣称与基督徒有关，而且以色列的子民曾经与他们通过婚，并侍奉他们。他们也被称为巴利 Baal， 巴利是一个太阳神，被认为是 OBL 的缩写，即蛇神或发光的蛇。蛇发光的特性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微妙的线索。一方面，发光是指在意识状态发生变化时所受到的启发。据说，人们在这种状态下会看到世界各地的蛇。这当然不是真正的启示，因为人类的祖先明确指出，真正的启发来自于对自己灵魂的了解，以及对众神伟大工作的知识。这让我们联想到了另一种东西，即星星。实际上，蛇确实出现在天空中，在我们头上照耀。这就是为什么在埃及会看到太阳或 Aten 被蛇包围，以及为什么世界各地都将蛇视为太阳的象征。说回到巴利，20世纪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布莱恩特发现，希腊人称巴利为 Belial， 被解释为龙或巨大蛇。Bel 是亚述、巴比伦版本的神祇，相当于恩利尔和马尔杜克之神，与圣经中的巴利是相同的。所以，圣经中的巴利相当于巴比伦的蛇神。也许 Beltane 应该被解释为 Beltane， 两个词都表示龙或蛇，这可能吗？这再次显示了与欧洲的跨大陆联系，而这是一年中与太阳有关的时节，蛇再次与这些占星神话概念相关联。事实上， Tinit 或 Tanit 是非洲北部迦太基的守护女神，她与生命之树一样与伊斯塔和阿斯塔蒂有关，明显是跨越文化进入了欧洲。这棵树经常被描绘为带有波浪线，据说代表着蛇，这是象征性形式的融合。Tanit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蛇女士，
它出现在迦太基的许多硬币上，与赫尔墨斯杖有一定关系，象征着 Tanit 在生命、死亡和重生中的角色。它基本上与天后阿斯塔蒂、伊西斯和玛丽相同。在这里，蛇与月亮的周期有关，作为天后的象征，而雄性蛇是天堂之王，是另一个太阳的镜像。这将早期的基督教诺斯底派与蛇崇拜的巴比伦信仰联系在一起，进而传播到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总体而言，与非洲古代的蛇崇拜有密切的关系。很明显，基督教与已知最古老的蛇崇拜有脱不开的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基督徒把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了破坏性的掩盖，那么这种关系本应更加显眼。为什么基督徒不愿意与蛇有任何关系，并竭尽全力销毁它呢？其中一个因素是因为它侧面表示基督教的神指的就是太阳本身。早期的基督教诺斯底派通常被称为奥菲特斯，尽管用现代的意义来称呼他们为基督徒可能过于牵强。萨拉米斯的主教埃皮法尼乌斯说过，奥菲特派起源于尼古拉派和诺斯底派，他们之所以这称呼个名字，是因为他们崇拜蛇。奥菲特派教导说，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是具有巨龙形态的，还把所有的智慧归于伊甸园中那条蛇，并说它是人类知识的创造者。他们在一个箱子里养着一条活蛇，在仪式时，他们通过在桌子上放置面包来引诱蛇出来。他们不仅把面包掰开分给信徒，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亲吻那条蛇。这些可怜的人称之为圣餐。他们以通过蛇向至高无上的天父唱赞美歌来结束仪式。从这个声明，我们可以了解到，蛇包含着深刻的含义。它告诉我们，就像古埃及人一样，蛇是太阳的象征，必须不断地引导太阳升起。亲吻面包的意义很简单，即通过太阳使我们的农业世界充满生机，来滋养我们。圣餐仪式的中介者是蛇，正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中介者一样。这个行为比基督本身还要古老，它根植于古老的蛇崇拜之中。蛇本身也被祭祀在圣树或亚舍拉上。在罗马的巴克斯仪式中，那里的蛇被装在装有蛋糕和面包的篮子中，然后将食物分发给信徒，其中还包括圣餐的葡萄酒。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仪式使用了一种特殊的圣杯，叫做阿加索斯戴蒙之杯，意味着善蛇。这个由蛇祝圣的葡萄酒杯，晚餐后在信徒之间传递，就像基督的最后晚餐一样，人们接受它时充满了欢呼和喜悦。通过蛇向至高无上的父神唱的赞美歌，与在一周的第7天在德尔斐的蛇神记忆中唱的赞美歌完全相同。数千年后的现在，基督徒仍然领受基督之杯，被诺斯底派称为的善蛇，并吃下祝圣的面包。这个现代仪式实际上就是最早的仪式，只是改名为神圣蛇杯。它提供了最古老神的身体和血液。公元3世纪，古罗马宗教试图用这些古老的方式来恢复鬃毛，他们认为基督教弄错了一些事情，并由他们来将其纠正。鬃毛在当时代表灵魂或神灵。就这样，基督教就开始看当时的古罗马宗教极度不顺眼，千方百计地想要消灭鬃毛教。不过，鬃毛教直到13世纪才销声灭迹。据说是当时的鬃毛教复兴了蛇崇拜，认为基督是伟大蛇的化身。在圣母玛利亚1岁半时，这只蛇在她熟睡的摇篮上滑行。但崇拜蛇的习俗比鬃毛教所说的要古老得多。英国的蛇神主要称号是 Hu， 世界的龙王。这个称号让人想到巴克斯的名字 Hyas， 以及德鲁伊 Anadar， 现在被称为 Adar， 而 Adar 是 Hu 神的象征。据说德鲁伊教派是最初奥菲特斯派的后裔，他们也崇拜巴黎，因此德鲁伊教很可能是欧洲最后一批真正崇拜蛇神的祭司。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在雅典卫城每个月都会给一条神圣的蛇喂食蜂蜜蛋糕，这些蜂蜜蛋糕上有奥菲特斯的标志。奥菲特斯的迷信广泛流传，就像从印度到希腊的蛇崇拜一样。它是一个带有螺旋线的球状凸起，代表盘绕的蛇。世界各地的古代石碑上都有类似的标记，尤其是在爱尔兰的纽格莱奇。罗马历史学家昆图斯·科蒂乌斯还指出，在非洲也有带有螺旋线的石头，据说也是他们蛇神的象征。对于罗马的伊特鲁里亚人来说，
奥菲特斯被视为通往地下世界的路径，它被放置在一个称为蒙杜斯或地球的沟槽中，每年的第一批水果都会被供奉到沟槽中，然后用一个巨大的石头覆盖起来。整个城市都以这个地方为中心，所有道路都通向这里。在希腊历史上，德尔斐神谕也被称为 Pythia， 它活跃了1000多年，参与了从日常平凡的预言到国家大事的各种事情。没有人真正知道神谕是如何执行的。根据一些迹象，有人推测是利用火山排放的致幻剂化学物质，也有说是使用了某种神圣的蘑菇。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奇怪的花瓶找到一些线索。公元前4世纪的一个古希腊乌尔奇的陶碑上，会有雅典国王埃勾斯站在皮提亚面前，皮提亚手持一个碗，专心地凝视着碗里，里面没有药物或是蘑菇。这可能是阿加索斯戴蒙的神圣碑以另一种形式再次出现的预言性的蛇。这也可能是一种独特的方式，通过观察天空的倒影来预测事件。从占星学的角度来看，就像在神秘的蛇的历史中一直与未来的视觉能力相关联一样，现在我们称之为预知。在这只杯子的装饰周围有熟悉的蛇螺旋图案，皮提亚本人坐在3足架上，这对于预测来说是神圣的。另一个表明蛇与预言紧密相关的迹象是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中用于占卜的词汇都意味着蛇。这单独表明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在漫长的时间内都拥有着相同的信仰。根据19世纪的作家弗朗西斯·弗格森所说，当我们第一次遇到的蛇崇拜，无论是在西奈沙漠、埃皮达鲁斯的树林，还是萨尔马提亚的小屋里，蛇总是寓意着善神阿加索斯戴蒙。在古埃及，他主持着人类事务，并作为他们家园的守护神。在现代，大家所熟悉的应该就是救护车上的生命之星标志了。显然，蛇与生命和健康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传说，伊西斯就拥有一顶蝰蛇或神圣的热木提斯形成的皇冠，而且她还是一位代表生命和治愈的女神。也有说是为了纪念古希腊神话中阿斯克勒庇俄斯这位伟大的神医，还有说是根据圣经中的记载，摩西以青铜铸造的蛇形柱子，只要注视着这根柱子，被毒蛇咬到的人就会得到治愈。根据作家哈格雷夫·詹宁斯在《蛇崇拜》中的说法，毫无疑问，这些符号意味着永生，同时也是其他具有相同属性的神奇的象征。在 C. 斯坦尼兰·维克的《蛇与湿婆崇拜》一书中，他提到了埃及上部的穆斯林圣人以蛇的形象出现，并治愈前往他圣地的朝圣者所患的疾病。在这本书中，还描述了马达加斯加的4座偶像之一的 Rima Havili， 他的使者就是蛇。Rima Havili 被视为一位医生，其能力类似于阿斯克勒庇俄斯。作为一位神祇，他是神圣的、强大的、全能的，他能够使人生或死，治愈病人，预防疾病和瘟疫，可以用雷电打击受害者或防止他们受到致命的伤害，可以在需要时引发大量降雨，也可以阻止降雨以摧毁水稻作物。他还因了解过去和未来以及发现隐藏的事物而受到赞美。Rima Havili 基本上包含了一个神奇的所有要素，这个神奇就是阿加索斯戴蒙，也就是神圣的蛇。像许多其他掌管天气的蛇神一样，他拥有知识和智慧，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治愈、复活和驱散疾病。在埃皮达鲁斯的治愈铭文记录中，就有许多的治疗方法。例如，第17条规定，一个男人的脚趾上长了一个恶性溃疡，被庙宇的仆人带到外面，放在一个座位上，用一条蛇治愈了他的脚趾。这个故事描述了，当这位患者入睡时，一条蛇从阿巴顿出现，用舌头治愈了他的脚趾，然后又回到了阿巴顿。接下来就是第2个古代秘密，创世纪中的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可以说，这2个人是整个圣经始祖，但他们2人都与源自苏美尔的蛇崇拜有关。亚历山大的哲学家克莱曼特说，如果我们注意希伯来语的严格含义，希伯来名字 Havia 有呼吸音 HEV 的词根，表示雌性蛇，这与同样表示生命和蛇的阿拉伯语词根相连接。波斯人甚至称星座 Serpens 为小 Ava 或夏娃。在古代阿卡迪亚语中， Adi 表示父亲。根据维克在蛇崇拜的起源中的说法，
传说中亚当与赛特、萨图尔诺、托特或塔吉塔乌斯紧密相关，而所有这些都与蛇有着莫名的关系。难怪亚当和夏娃的儿子亚伯的名字意为闪耀的蛇，并且该隐被认为是蛇的后裔。另一个重要的观点说，亚当和夏娃最初是不朽的。夏娃通过知识或生命之树上的蛇获得了智慧。该隐和亚伯是两兄弟，他们的名字是 Cain 和 Abel。Abel 中 Ab 表示蛇 ，El 表示闪耀，因此是蛇神或者闪耀的蛇。根据拉比传统，该隐根本不是亚当的儿子，而是阿斯摩泰的儿子。阿斯摩泰是蛇之精神，在波斯仙教中指的是阿里曼。下面我们转向第三个古代秘密——天文学。出于控制的原因，古代科学的一些元素一直被隐藏为秘密。天空的知识不仅对神奇来说是神圣的，它有助于航海，所以也是强大的。行星的运动被许多文化视为蛇形。来自欧亚的日历对天体路径的描绘进行了展示，其中包括尖头的运动和蛇形的特征。日食被描绘成一条蛇吞噬另一条蛇的图像。类似的关于天体路径的蛇形图案出现在世界各地，因此在世界各地与各种天文运动，如仲夏和仲冬对齐的古代石碑上看到的蛇象征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希腊传说中，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父亲是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让一只名叫科沃斯的神圣乌鸦下凡取一杯新鲜的泉水给他。科沃斯带着圣杯飞下来，按照主人的指示行事。然而，在水边长了一棵无花果树，无花果被认为是伊甸园中的树。这对于科沃斯来说，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树上的果子还没有熟透，所以这只乌鸦等待了一段时间。当果子成熟时，科沃斯吃得津津有味，直到最后一颗无花果都被吃光。他突然想起了自己来到地球的原因。当他把圣杯装满水时，考虑到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借口来解释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于是他抓住了一条水蛇，然后带着杯子一起飞回阿波罗那里。他告诉阿波罗，水蛇袭击了他，才停留了这么长的时间。当阿波罗的目光扫向那只小蛇时，意识到这是这只鸟的谎言。阿波罗惩罚了科沃斯，把他一身银白色的美丽羽毛变成了黑色，并将科沃斯送入了黑夜。现在我们可以在星星中看到这只杯子被称为巨蟹座，而蛇被称为长蛇座。据说蛇要把杯子放在自己的背上，绝不允许科沃斯接近，于是蛇成为了杯子的守护神。蛇夫座从赫拉克勒斯头部的东侧一直延伸到天蝎座之间，部分位于银河系，并被天球赤道分隔开。在天空中，蛇夫座和巨蛇座经常被视为一起出现。蛇夫座手持巨蛇，古典学家通常也将蛇夫座视为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对于古代利比亚的希尔利人来说，蛇夫座也成了耍蛇教派的象征，他们以治疗蛇伤而闻名。对一些人来说，蛇夫座代表亚伦或摩西手持蛇杖，或者是圣保罗手持马耳他毒蛇。再次强调，蛇夫座的名称来自于希腊语中 Aphais 和 Cairo， 听起来非常类似于 Gro， 这是基督的一种传统名称，但它具有更古老的起源。然而，蛇夫座是天空中最不寻常的星座之一，它是唯一一个分为两部分的星座。这两个部分本身就很奇怪，它们揭示了蛇的尾巴或身体与头部之间的区别。蛇夫座的头部被称为 Serpens Caput， 而尾部被称为 Serpens Cauda。 即使这两者被分开，它们在星座分类上仍然是一个整体，独特地构成了一个星座。另一个重要的要点是，数千年前，蛇夫座和巨蛇座实际上比今天更大。它们对古代人有着比我们意识到的有更重要的意义，象征着一年四季中的春天，意喻着新的生命。这引出了第四个古代秘密。这个符号，我想很多人都应该看见过，它叫 Ankh 或者 Crux Ansata， 已经在几个世纪中被许多人使用。它是一个简单的 T 字十字架，上面有一个椭圆形，叫做 RU。简而言之，它是通向启示和新生命的门户，具有与基督十字架相同的象征意义。有学者把它比喻成子宫，又有说它代表着力量和健康。
让人奇怪的是，通常镜子也被制作成这种形状。这个神秘的埃及象征代表着永生，经常出现在法老的名字中，比如图坦卡蒙。他经常被描绘成由一个神祇将他递给法老，赐予法老生命，或者由一个法老将他递给他的子民，赐予子民生命。这基本上区分了不朽者和凡人，因为任何佩戴或携带 Ankh 的人都希望从其他世界的神祇那里获得或希望获得不朽之身。它是不朽者握在鼻孔上的 Ankh 的环或 Ru 或门户，这与圣经中的上帝将生命吹入亚当的鼻孔有着相同的寓意。它已经超越了埃及的统治，被基督徒广泛用作他们的第一个十字架。但在这个符号中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线索。据说，埃及神祇托特用一个简单的十字架来象征4大元素。这个十字架源于最古老的腓尼基字母表，就像蜿蜒的蛇一样。腓尼基字母表是通过蛇的方式形成的，并崇拜他们为至高的神，宇宙的统治者。19世纪的德国化学家罗伯特本生认为，最古老的字母是通过观察蛇的形态和动作发明的，这些字母代表神祇。这个代表4大元素的符号稍作改动，就变成了埃及的 Taut， 与希腊的 Tau 相同，这也是现在 T 型十字架的名称，一个简单的 T。T 或 T 型十字架在许多文化中都代表着永生，并为黄道星座中金牛座中的公牛命名提供了名称。在这里，Tau 和 Ru 的2个元素被结合在一起。德鲁伊或毒蛇崇拜者通过在树皮上刻画 T 型十字架来崇拜树和蛇，从而打开通往永生之门。在中世纪， T 型十字架被用作护身符，以保护佩戴者免受疾病的侵害。在现代的共济会成员中， T 型十字架有许多含义。一些人说它代表耶路撒冷圣殿，一些人则认为它象征着隐藏的宝藏，或者意味着 Clavis et Thesaurus 即宝藏的钥匙，或者是隐藏珍贵之物的地方。它成为共济会中的皇家拱门上的伴侣宝石的样式，带有一条环绕在十字架横杆上方的蛇，形成了 Ankh， 上面刻有希伯来语的蛇字，还包括了 Sanchon Homa， 这是隐藏宝藏的象征。它还是圣安东尼的象征，后来又成为苏格兰丽斯圣安东尼圣殿骑士团的象征。圣安东尼生活在公元4世纪，他出生在葡萄牙里斯本的一个富裕家庭中。在他听到上帝的启示后，就卖掉了所有的财产，然后来到荒野，成为了一个隐士。在旅途中，他向埃及的各种智者学到了很多东西，并拥有了众多的追随者。魔鬼曾变身成爬行动物和蛇的形象来多次试探他。故事中，他追寻着一条金矿的踪迹，来到一座寺庙。这座寺庙里有许多的蛇，于是他在那里居住下来。除了面包和水之外，他还需要一些食物来维持生计。据说他活了105岁，因为寿命之长，人们认为是寺庙里的蛇赋予他了生命之力。后来，圣安东尼圣殿骑士团夺取了他的大部分财富。于11世纪，圣安东尼将许多圣物带到了法国。据说这些圣物在他去世后，曾秘密地转移到了埃及的某个地方，后来又被送到了亚历山大港。Taut 或 Tau 代表了宇宙的4大元素。接下来，太阳、蛇的符号被添加进来，形成了一个简单的圆圈或椭圆的 Ru， 位于 T 型十字架的上方，形成了 Ankh 生命之符，代表永恒。蛇形成的圆圈咬住自己的尾巴，象征太阳和不朽。这个符号加入了月亮的标志，变成了赫尔墨斯权杖或水星或弓的标志，显示了赫尔墨斯权杖中蛇的起源。难怪这个最完美和简单的象征性图案会成为早期基督徒的标志。即使没有横木十字架，基督仍然在象征永恒生命。蛇和通往永生之路的符号被象征性的定死。这个符号能够将信徒从众不同之处区分出来，以获得拯救的标记或记号。在以西结书中，这是上帝认识的记号，就是额头上的记号。正如迪恩所指出的，以西结书9章4节应该这样写：在他们的额头上刻上一个 Tau 字母，或者说在他们的额头上标记字母 Tau。早期基督徒用 Cruces Somet Nautar 的术语进行洗礼，里面就有蛇的符号。这个符号或记号的概念一旦被发现，就变得广泛传播。在现代圣经版本的约伯记31章35节中写道：
现在我已经签约了我的辩护，全能者可以回答我。实际上应该正确的写成，看啊，这是我的 tell， 可以得到全能者的回应。然后约伯继续说，我必定会将这个标记放在我的肩上，像冠冕一样戴在我的头上。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将 T 型十字架戴在肩上作为记号的想法，后来成为十字军圣殿骑士团标记的一部分。这正是那些蛇崇拜组织的圣殿骑士团。据说，在莫洛温王朝，一些耶稣和蛇神的后裔在肩胛骨之间与生俱来就有红十字记号。T 型十字架也奇怪地被那些实践神圣几何学的人用作标记埋藏宝藏的地方，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这个埋藏的宝藏是通往门户的位置，而 T 型十字架则是作为进入的方式。接下来进入第5个古代秘密门扉，其中蕴含着无法描述的真理。在萨卡拉的金字塔文本中，就有来自第5和第6王朝超过3000列的文本。有人认为这些文本中包含了提醒的秘密，包括在金字塔周围特定位置上被祈祷的咒语和魔法公式。在大金字塔中的上部通道、房间、长廊和通道中，有一个极其古老的巨石字形符号。有学者认为，这个字形符号或词语可能翻译为心之门和通道开启之门。虽然大多数金字塔都缺少这种字形符号，而大金字塔是一个例外。显然，人们很想把这个符号解读出来。的确，或许有更多的信息已经被摧毁了，就像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访问埃及时所说的那样，大金字塔的外壳上充满了象形文字符号。埃及学家声称，这只是神话中的符号，没有什么其他含义。这个隧道和星门是否真的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呢？星星和光辉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个人从萨满活动时触发的恍惚经历密切相关。这种恍惚经历让人感到星光闪闪。这个五角星符号真的与进入另一个世界和萨满的祭祀活动有关吗？它一直伴随着我们，并一直保持着神秘。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五角星也是一个完美的导航工具，常用于月亮和太阳，还有助于定位地球能量。埃及人称位于吉萨的大金字塔所在地为 Resto， 意思是通往杜亚特或另一个世界的门户。据说是因为 Resto 效应使一个人能够成为神。在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开始全方位地对大金字塔的形状和结构进行解密。在实验中，科学家用一个金字塔模型对齐了东、南、西、北，并在南和北的方位上放置了平面线圈。然后使用一个损坏的微法拉电容器，通过电池、电阻和图表记录器能激发出火花。这是为了模拟地球上的电磁能量通过金字塔的情况，通常被称为地球能量。科学家每天记录这些变化，记录下包围金字塔的能量气泡的奇异现象。奇怪的是，这种能量实际上还可以阻止各种辐射，而气泡还会减弱对贝塔发射源、离子源和磁源的衰减。将负离子输入气泡内会增强能量，这种能量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在经过13年的实验后，人们发现了一些惊奇的秘密。似乎这些气泡还拥有封锁重力的功能以及电磁能量，显示出动能增加了113000倍。研究人员根据理论推测，认为这是金字塔在时间和空间中移动，进入了被理论物理学家称为 H 空间或超空间的地方所造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负离子被注入到气泡中时，金字塔会被月球吸引，注入正离子则会使其远离。当所有事物都指向了大金字塔，那么就必须有一个或2个充分的理由。大金字塔是否可能是世界山，被用作进入萨满式的地下世界或杜亚特的入口呢？这似乎可以从金字塔文本和死者之书以及一些其他技术中找到些线索。在我们大脑内部引起的效应，释放出达到进入恍惚状态所需的荷尔蒙，基本上是由电磁波引起的，会受到各种离子活动的影响。似乎古代蛇神崇拜者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这一点，将能量视为蛇波，并崇拜这个看不见的能量之神作为蛇。最终，他们积累了足够的知识，建造了能够将这种蛇能量引导到一个控制元素的建筑物，并且通风口中的塞子也对电磁能量产生了共振效应。
我们可以看到，它可能已被特别调教并精心调整，以产生这种效应。让我们暂时离开金字塔，来到第6个古代秘密——圆形塔楼。这些圆形建筑在世界各地都有，数量多达数百个。奇怪的是，它们几乎都与蛇有关。从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和早期基督徒，到霍皮印第安人和埃及人，各种文化都建造了高耸优雅的圆形结构。在爱尔兰有超过65座圆塔，其中许多高度超过100英尺。学者们声称它们的历史不超过1000年。然而，与大多数基督教建筑一样，它们通常是建在更古老的宗教地点上的，其中许多可以证明比最初所认为的要古老。有些圆塔上甚至建有教堂，仿佛要在物理上将教堂与古老的蛇崇拜联系起来。在19世纪，有历史学家和作家指出，圣帕特里克和他的追随者总是把教堂建在当地的异教圣地上，并在圆塔的阴影下建造他们的木教堂。当时这些圆塔和今天一样神秘难解。有人声称这些结构是供奉太阳崇拜的火庙，这很容易理解，特别是当我们发现太阳崇拜与蛇崇拜相关联时。其他人则称其为了望塔，这与古代苏美尔人和闪族对蛇崇拜的术语守望者有一定关系。而《奥菲奥拉特里亚》一书的作者哈格雷夫·詹宁斯将它们与方尖碑联系在一起，认为这种古老的象征性柱子是源自指向天空的蛇的柱子。这些塔楼也常常位于河流、小溪和神圣泉水附近，这不仅引出了与水流相关的地球能量的问题，还表明蛇神总是与潮湿的地方相关联。水实际上是蛇族的地下住所，也是通往冥界或其他世界的入口，而这正是意图带你进入的出神状态的地方。与谁有关联，似乎对这些结构很重要，这与地球相关的电磁能量有关。有人认为圆塔和腓尼基人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联系，他们也有类似的结构，供奉他们的水之神巴利。在腓尼基地区迦太基城市以北，就散布着数千座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约2000年的撒丁岛。也有人认为这些圆塔是一种天文工具，就像巨石阵一样。在伊朗，称塔楼为 Radgan， 意为蛇，与后来欧洲的塔楼不同，它们有锥形的顶部。古代纪念碑和石圈之所以位于被称为能量线或地脉线的地球能量线上，许多人推测这些石柱是地球上的磁针9点，古人对它们进行一定的排列，来建立某种未知原因的能量路径。根据科学家卡拉汉的说法，岩石中的能量来自于漂移的构造板块数百万年的摩擦和压缩，这种能量被困在构成各种材料的矿物质中。为了描述这一理论，卡拉汉将岩石中发现的正电和负电磁力分别称为顺磁性和逆磁性。他声称这些力量在古代是众所周知的，被中国人称为阴阳，被爱尔兰人称为仙女和妖精，是地球内部的一种力量。卡拉汉还意外地发现了超光速粒子超子，许多人曾说它不存在，这是一种比光速更快的粒子。我们现在知道其他粒子可以通过量子纠缠以这种方式移动。如果人类能够利用这种粒子，它可以在消息被发送之前接收到使用超子发送的消息，从而破坏一些基本的物理定律。卡拉汉指出，我们必须将岩石、石头甚至土壤都视为磁能波的天线收集器，而这个观点与圆塔理论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它们都被视为地球天线。然而，他还指出，这块肥沃的土地是由火山活动形成的，它本身也是一个天线，一个平坦的天线。基于这一理论，他已经展示了如何通过改善土壤的磁性来改善植物生长，并提出了相关的实际应用。他甚至声称，通过在花园中建造小型的圆塔，我们也可以帮助植物生长。卡拉汉提出了一个假设，即高耸的圆塔被制作成地球天线。全球各地类似的建筑或结构也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存在。他相信能量会传递给在这些地点周围的生物。于是，卡拉汉爱尔兰塔做了测试，发现用铁质岩石制造的石塔确实增强了这种效应。不过，用石灰岩和花岗岩等材料制造的塔仍然是顺磁性的，而人们却对这些塔内的碎石感到疑惑。这些碎石垃圾为什么不处理掉呢？
卡拉汉解释说，这些碎石实际上是调谐工具，这就是第7个古代秘密——和谐排列。音频工程师汤姆·丹利在金字塔的国王室和国王室上方的房间中进行了一个关于声音的实验，确定金字塔结构和建筑材料能增强4个固定频率或音符，表明金字塔可能拥有某种频率功能。这些音符能形成 F#。根据古埃及文本描述说，这是我们星球的谐波。此外，丹利的测试显示，即使没有发出声音，这些频率也存在于国王室中。它们以从16赫兹到半赫兹的频率存在，远低于人类的听觉范围。根据丹利的说法，这些震动是由风吹过空气通道的末端引起的，就像当人们吹笛子时产生声音一样。我们现在已经发现 F# 就是地球的共鸣和振动频率。奇怪的是，埃及人那时为何知道这一点的？赛德先生在一次采访中指出，俄勒冈的一位制作神圣长笛的美洲原住民也能制作与 F# 调匹配的长笛。我们还注意到，正如卡拉汉此前指出的那样，与电磁学相关的某些石头的重要性。这些调谐通道的石头是花岗岩，一种特定的顺磁岩石。赛德还指出，金字塔内部的圆形石槽也调谐到了金字塔的频率。这些振动频率远低于人类耳朵可以听到的范围，仅为16赫兹或更低，这一点将变得非常重要。198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化学和生物化学教授大卫·迪莫博士偶然发现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在一项融合科学与艺术项目时，迪莫博士试图找到4种基本 DNA 分子的振动频率，发现出现最频繁并确立自己为主音的音高 F# 在每个碱基集合中都被发现了3次。结果表明，碱基 DNA 中的频率是谐波有序的，与地球的频率完美一致。这是人类刚刚发现的秘密，然而古代人却早已知晓。据说，这些特定频率会特别让人愉悦，有助于康复过程。古代人真的知道和谐的石头、地球以及电磁学之间的这种关联吗？毕达哥拉斯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他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他将石头描述为凝固的音乐。他的直觉告诉他，地球和其他周期中的数学频率是和谐的，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在物质层面上，我们的身体理解这一点；在精神层面下，我们的心智也理解这一点。古代人建造了能够利用电磁和和谐效应的结构，这些效应相互协调，也与人类协调。他们建立了象征、力量和壮丽，也包括了宇宙和谐和顺磁力量。然后，他们将整个过程仪式化，编织成伟大而壮丽的故事、寓言，甚至相应的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了宗教。然而，所有的这些都与蛇有关，而蛇本身也是一种波形的象征。所有这些美妙的平衡之所以会出现，仅仅因为宇宙正在追求秩序。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宇宙中看似混乱的混合物逐渐趋于美妙的平衡状态。当现在的人类尝试理解这种宇宙联系，发现我们的现代世界已经失去了它。相反，我们必须通过艰苦的理性科学来重新发现它，将其称为人类的左脑。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像人类的祖先一样再次体验它呢？就与接下来的第8个古代秘密有关，即普遍频率。共振领域的科学家已经检测出宇宙的基本频率是 F#。这些科学家还告诉我们，在共振条件下，与这一基本频率的相互作用会导致能量信息的交换。更重要的是，测试表明，与频率 1.855 赫兹或称舒曼频率的次谐波共振，会导致从宇宙中提取能量信息。根据科学，受 F# 影响的相互作用允许能量的传递，不仅在个体之间，而且还来自宇宙本身。这些能量实际上来自哪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电磁波和粒子、无线电波或能量，简言之，来自已知宇宙的各个角落，来自太阳、星星，甚至月亮。其中许多能量已经存在了数百万甚至数十亿年，而这就是最古老的秘密之一。这种能量的作用方式，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正如我们在中微子发现中所看到的那样。数百万年来，能量粒子波的不断相互作用塑造了人类进化的进程。难怪古代人相信他们的命运掌握在星星之中。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无线电波携带了发送者提供的信息，
我们在遗传上与宇宙的共鸣保持了平衡，因此应该能够理解我们正在接收的信息，它们不是在意识层面，就肯定是在超意识层面。这个超意识层面就是我们找到古代所有知识的异世界的地方。这种知识来自宇宙本身，有人称为阿卡西记录。对于那些经历它的人来说，它是深奥的，对他们来说，它就是上帝。这是不断增长和扩展的普遍知识库，涵盖了所有可能的维度。据说这巨大量的信息不断轰击着人类的生物圈，我们确实会相应地做出反应，这是数百万年进化的结果。这些效应会在身体内部引发反应。人体中的电气部分是神经系统，正是这一神经网络发送信号到大脑，并从大脑接收信号，而大脑则是我们身体的认知功能部分。大脑充当着意识、潜意识，甚至进一步创造出无意识的角色。根据佛教哲学家的观点，在境界中无不是由原因引起的。意识必须起源于某个地方，但人体的神经系统是垂直排列的，因此它处于完美的位置，就像圆塔一样，可以充当地球和宇宙的电磁辐射的天线。身体就像一个能量信息收集器，通过垂直排列的神经系统将信号发送到大脑，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生物机器。由于它利用了身体的电能而不是化学连接，所以这种连接是瞬时的。后来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化学连接会相应的发生变化。人类祖先的冥想技巧是通过让大脑进入平静状态，使其有助于接收这些信号。例如，通过大多数古代人使用的呼吸技巧，让整个身体被带入与宇宙频率同步的节奏中。随着每一次呼吸，身体上的电磁场被激发，不断地调制着信号在脊柱上下传递。这些冥想技巧可以在常见的塞尔努诺斯和有角神、佛陀以及其他数百位古代神奇的形象中看到，他们都用的是一种连坐姿势。而某些药物也会影响电磁场，药物可以引发大脑某些区域产生共振并发生变化，也可能使大脑在环境波能量方面略微偏离相位。一些精神药物会导致通常与环境不同相位的个体更加与环境和谐一致。毫无疑问，药物会在大脑内暂时改变相位，以与宇宙的波粒子效应相匹配或相不匹配。而引力也会严重影响宇宙与人类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引力也被归类为一种波粒子。例如，地球与太阳之间的相互作用就能看见这样的效果。地球磁场中超过几十年的周期性变化是地球内核变化的结果。现在，科学家发现地球内核的变化竟与太阳内核的变化相关，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并相互影响，就像微观上的纠缠粒子一样。那么这些力量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行星之间的这些关系会引起地震、火山爆发和海啸，这些宏观效应类似于在人类中引发战争、饥荒、疾病、人口迁移等。但还有来自宇宙的能量不断流入和流出引起的微观效应，这些效应会引发人类意识中较小的情感特征。最明显例子就女性与月亮的引力力量之间的关联。在这些信息中，似乎意识是需要重新评估的东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以及我们生活的事实，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在一个庞大的宇宙机器中的更大角色和位置。的确，那些自称与宇宙联系的神秘主义者所达到的超意识状态，可以很容易地被认为是真正的意识。要真正理解这些，从人类祖先一些特殊的人身上可以发现端倪，这就是第9个古代秘密。无论是谁，他或她都必须专注，具有精神基础，并经过非常长时间的训练，还有至关重要的平衡稳定。实际上很简单，如果你不想花费精力使用药物来短暂达到这种状态的话，这会让你在接受能量信息或精神旅行方面的效果不会太好。而当你经受过长时间的训练并逐渐掌握了这个过程，在实践过程中，你本身与宇宙中的能量频率能达到更加完美和一体。而这些人就是部落中的萨满，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他们从一开始就存在。对于萨满一词和所使用的方法有许多技术争议，这些争议源于萨满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和许多种族差异，他们之间没有区别，就像基督教教会有新教徒一样，他们都是基督徒，都起源于相同的基本体系，
尽管有不同的教派，如天主教、各种正统派和福音派，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萨满世界。他们被称为原始人，因为他们是宗教、魔法和医学的原始来源。萨满遍布全球，在亚洲、太平洋、北美洲、南美洲、西伯利亚、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都有他们的身影。对于这种全球性存在，只有2种或3种解释：要么他们是古老而普遍的知识和宗教体系的一部分，要么他们的信仰和方法是所有的起源，并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之中。如果进入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现象是圆形的，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这种现象可能在没有外部影响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爆发。这些作为对太阳内部有启发的人类，对神秘太阳的运动非常敏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每个文化中都能找到闪耀者的词源的原因。然后我们得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这种启蒙是否是人类意识周期的起点？是不是人类的意识起源于我们尝试进入恍惚状态的努力，从而孕育了全球范围内相似的宗教迁徙和建立呢？埃及的死亡祭代表更高级的萨满版本，他们通过魔法咒语与另一个世界接触，为亡者的灵魂铺平道路或通道，而这正是萨满的一个过程。从本质上讲，埃及的神职人员不过是一个进化过的萨满兄弟会或姐妹会，对最初的萨满仪式增加的复杂性，只不过是那些复杂的附加元素。通往神灵门户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这些相似之处可以被证明是普遍存在的，而正是这些方法，从美洲到中东显示出萨满的过程远不只是圆形现象。然而，还有许多更有趣的事情，包括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符号。这些符号已经存在了数千年，成为现代秘密社团的核心。第10古老秘密：五角星。五角星是世界上最神秘的符号之一，最近被基督教传教士用来反对异教和女巫信仰。它们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神圣的符号之一。这个词本身就透露了一些信息，因为 Pan 可以指代5或头，这表明它与人们认为在自己的头脑中发生的过程有关。作为一个在古代被广泛用作抵御巫术的护身符，与我们现代所认为的用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经常被佩戴在头巾或帽子的褶皱中，以保护潜意识免受恶魔和咒语的侵害。它的用途被认为源于它由3个三角形组成，而三位一体中的三位一体是最神圣的数学概念之一。此外，它还象征着一个伸出双臂的人的形象，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萨满。而且它还象征着永恒，因为可以用一条无尽的线条画出它。在后来的基督教中，用五角星来象征基督的5道伤口。在亚瑟王传说中，赫胥黎爵士就把五角星纹章画在盾牌上，用来保护自己。直到后来，基督教才将这个符号倒置使用，作为恶魔的标志。回到它的起源，这个符号被苏美尔人广泛使用，从那一刻起，它的关联变得深刻。它被称为 UB， 与 OB 或蛇有关，这也意味着角落、角度、小房间、腔或孔洞，显然是指蛇所出现的地方。这也是心灵的腔体或地球母亲的子宫，我们从中再次诞生，进入并脱离其他世界。总之，这10个古代秘密都指向了最终的秘密，即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这是所有时代的内在秘密，无论我们的意识是否能够理解，存在的广阔程度是另一回事。而事实仍然存在，人类的祖先相信它，并且已经几乎影响了我们社会的每个领域。